一整天忙碌后，商铺职员田其志回到家，顺道在地铁站口买了瓶红酒，想要和妻子来点浪漫。喝完酒后，准备做一些必须的事情。可是他的妻子美之子并不感兴趣，他说他明天要上早班，需要休息。其志随口应了一句。直到现在，夫妻俩已经3年没一起欢呼过了。第二天，其志去找了他的好友满岛由纪夫，还有坂田安吾，吐槽自己的心事，想要找几个情人来玩玩。黄毛的好友安吾还没结婚，他就想找个情人来开心一下。在被纪夫开玩笑之后，他还顽固地说，我也有老婆的，我的老婆是科洛·格蕾斯·莫瑞兹，我看过他演的所有电影，这和有老婆有什么区别呢？长发的好友纪夫和旗帜一样，也是已婚男人，他的爱好是找应召女郎，但因为最近风俗店涨价了，自从他有了孩子后，开销大增，已经负担不起任何额外费用了，所以他想找个不用花钱的情人。3个人的生活本来就混乱不堪，现在还想找情人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但这3个家伙竟然找到了一个诸葛亮，帮他们出主意。这个男人名叫井伏真诚，是个出名的情妇专家。他21岁就结婚了，22岁就有了第一个情妇。他的最高纪录是同时拥有11位情妇，和一个美式橄榄球队的人数一样。他的婚外情很快就被妻子发现了，但他很快又再婚了。至今他还在继续频繁的婚外活动。本来看这3个人的样子，教授本不屑一顾，但他想在这3人身上做实验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极限。这些年教授总结的理论当然是有系统的。他向3人解释，情妇并不是真正喜欢的人，只是机缘巧合下遇到的对象，即使只见10分钟，他也会毫无怨言。简单来说就是无情，要像一个无情的机器人，这样才能与情妇长期相处。黄毛第一个表示不同意，不就是找个情人吗？干嘛这么严肃？教授听后依然镇定，马上就告诉他，一旦婚外情出现意外，整个人生可能毁于一旦，在某些国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。听后，黄毛突然变得小心翼翼。在定义明确后，教授制定了几条规则：4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秘密，应该互相帮助和支持，关于4人的信息绝对不能泄露。最重要的一条是，不能爱上情妇，也不能让情妇爱上自己。得到3人的同意后，教授还给这个小组起了一个很中二的名字，命名为婚外情同盟。面对这一幕，旁边的女服务员调侃说，这些人脑子有毛病吗？第二天早上，旗帜在上班时按照教授的指示寻找潜在的对象。通常人们会说早上好，但如果是女性，在问候后加上名字，这表示这个女人或多或少对你有好感。根据教授多年的经验，这样的人大约有23%的几率可以发展成婚外情关系。而给旗帜打招呼的这位女性名叫山口永美，青春美丽，性格开朗活泼，几乎所有单身男职员都对她有意思。这是教授给的第2个重要提示，尽量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并开始聊些家常。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。山口在打印室不慎将资料洒落一地，正好被赶到的旗帜看见。当他准备搭话时，一种内心的重压让他停住了脚步。原来尽管旗帜说要找情妇，但内心的道德观念仍然束缚着他。正是这种内心的压力，让他保持着现在的生活方式。因此教授对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。如果一生中从未尝试某些事，就这样结束人生，岂不是太无趣了吗？3人听后非常感动，黄毛甚至称赞教授就像罗宾·威廉姆斯。不久后，旗帜迎来了第2次机会。在公司聚会后，他在走廊里遇见了山口。正当他向他走去时，内心的压力再次让他停下。这时他想起了教授的话，瞬间突破了内心的束缚。但当他站到山口面前时，发现自己竟不擅长聊天，只能充当帮手。在2人乘坐出租车时，旗帜给教授发了短信，教授立即召集其他2人，一起来到了一间破旧小屋，轻轻拉开门，眼前是5、6台屏幕，下面还有许多操作系统，设备堪比谍战电影。教授镇定地戴上耳机，开启 GPS 定位了旗帜的手机，也让旗帜戴上耳机。在教授的指导下，旗帜提出了第1个问题，询问山口的家乡在哪里。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，让喝醉了的山口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故事。这一幕颇为神奇，令其他2人目瞪口呆。教授则淡淡的评论，人本来就是爱说话的生物。2人的交流因此变得更加深入。当问及他喜欢的食物时，山口说他喜欢咖喱，教授让旗帜也说他喜欢咖喱，这样他们就发现了更多共同点，2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。此时山口快要到家了，
教授突然让旗帜右转，三人对此感到困惑。下车时，旗帜才发现前面是单行道，这就成了他和山口一起步行的借口。教授真是老司机，在心理、时间、空间上的安排都很巧妙，直接帮旗帜送到了对方家门口。但旗帜自己并不这么看，他觉得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好了，所以他打算摸黑回家。然而正当他转身要走时，山口竟然主动邀请他进屋坐坐，这让旗帜吓了一跳。两人就这样进了屋。当黄毛和另一个人询问教授时，教授回答说他只是做了一些假设，从咖喱这道菜入手，推测山口家里可能有很多咖喱。当山口知道旗帜也喜欢咖喱后，他就有理由邀请他一起吃。教授刚给出这个解释，山口就说他做了很多咖喱，并邀请旗帜一起吃夜宵。当山口开门的时候，一个戴夜视眼镜的秃头大汉叫住了他，旗帜被吓得逃回了家。关于那个男人的身份，教授有2个猜想。第一种是旗帜被山口的美人计诱骗，他想把旗帜骗进家里，然后陷害他。第二种可能是那个秃头是山口的亲人。当然还有一种很罕见的可能，如果那个男人是个重要的人物，他们成为情侣的可能性会大幅提高，达到 85%。 至于教授口中的王牌是什么，他并没有告诉其他人。旗帜回到家后，妻子只是随口问了几句，没有多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旗帜打算就自己突然离开的事向山口道歉，但在他道歉之前，山口反而先向旗帜道歉了，告诉他昨晚的光头是他的前男友，他想让前男友停止纠缠，于是请旗帜假装是他的男朋友。旗帜听后既惊又喜，表情变得有些猥琐。这时他才明白教授所说的王牌是指什么。教授把他们3个人叫到餐厅，还带来了一个非常性感的情人，想让他们了解一下情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。然后他把女人留在餐厅，自己则离开了。面对这么漂亮的女人，3个老色鬼突然变得拘谨。黄毛和几夫2人没有经验，竟然问了很多直男式的问题。最后还是旗帜递给女人菜单，问她想喝点什么。2人开始轻松聊天，旁边的死党感到非常气愤。气氛慢慢变得轻松。几夫提出了第一个问题，女人是否能感觉到男人在偷看她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女人说她100%能感觉到，但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会直视对方的眼睛，这样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对方的情绪，否则很快就会被识破。唯独没有偷看的只有旗帜一个。女人夸赞他时，旗帜并不高兴，反而感到羞愧地哭了。其实他也很想看，只是不敢看罢了。旁边的2人开始讨论旗帜和山口的关系，但旗帜不知道山口的真正想法。看到这样，女人给旗帜提了个建议，她认为山口对她肯定有所图谋，可能是想让旗帜成为真正的男朋友，或者是利用旗帜和光头复合。说完这些，他就离开了。同时妻子在整理衣服，她意外地发现了旗帜的收据。正当她开始怀疑时，旗帜突然回到了家，妻子急忙将小票藏好。她对丈夫说周日要和朋友去吃饭，然后问旗帜有什么计划。就在旗帜准备回答时，他收到了山口的约会邀请。他告诉妻子周日他已经有其他安排。旗帜把约会的短信给教授看，请求他出谋划策。教授看了一眼，告诉旗帜他应该去赴约，但旗帜的约会地点和妻子吃饭的地方很近，只隔了一小段距离，一旦出现问题就很难清楚地解释。教授对他们3人说，只有胆小鬼才能在战场上生存，那些虚张声势的人反而更加危险。为了防患未然，教授建议在妻子手机上安装一个信号器。旗帜显得有些犹豫，教授于是开始劝导他，鼓励旗帜要有自信，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。最终在周日中午，旗帜和山口在餐厅见面了。他安排2个死党在路边监视妻子，一有动静就立刻报告。过了一会儿，妻子很快也到了餐馆，但因为客满，服务员建议他去旗帜所在的餐馆用餐。离开时，他把手机忘在了店里。这时旗帜和妻子仅隔一道背影，虽然有美人相伴，但他的妻子就在身后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回家跪搓衣板。在这关键时刻，教授发来了信息，让山口给他取一个外号，利用外号来避免风险。在心理学中，这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。顾名思义，在喧闹的鸡尾酒会上，一旦有人喊出真名，所有人都可能注意到，但如果使用外号，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。旗帜立刻让山口给自己取一个外号，还说如果扮作男友可能会更好，于是为旗帜取了王子这个外号。
山口也注意到了旗帜的情绪，于是问道：“你不喜欢吗，田崎主任？”这话一出，旗帜马上坐立不安。妻子听后，只是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并没有起身去找丈夫。旗帜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教授再次发来短信，说5分钟后会让妻子离开座位，让旗帜趁机离开餐厅。5分钟很快过去，教授给餐厅打了个电话，谎称自己是另一家餐厅的人，让服务员叫妻子来接电话。然后趁妻子接电话时，旗帜急忙离开了餐厅。2个死党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离开餐厅后，旗帜感到如释重负。教授随后打来电话，提醒他不要得意忘形，说没上过床的女人终究只是普通女人。教授接下来的计划是要彻底让山口成为旗帜的情人。教授让旗帜向前走10步，然后背对马路站20秒。虽然旗帜不太明白，但他还是按照指示做了。当他停下时，正对着一家潮牌服装店。山口不禁称赞旗帜的品味，对他刮目相看。接着在下一个路口再次停下，竟然是一家成熟女装店。2人的对话再次热络起来。黄毛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赞叹牛逼。教授却只是淡淡的评论说，人本来就是天生爱聊天的生物。就在这时，山口想去左边的那家店，教授看到后立刻让旗帜改变路线。原来那家店是家珠宝店，店里的戒指可能会让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像是向婚姻迈进，这是找情人的大忌。除此之外，母婴店和婚纱店也都需要避免。在教授的指导下，旗帜感叹这次行动如此顺利。此时山口主动挽起了旗帜的胳膊，旗帜感到既惊讶又喜悦，感受到自己的胳膊与女人的上半身紧贴的感觉，让他仿佛瞬间进入了天堂。一旦这种情况发生，成为情人的成功率竟高达90%。2人约会的真正目的是让山口的光头男友彻底死心。教授也告诉旗帜，让前男友死心是比制造情人关系还要难的任务。话音刚落，旗帜的耳机突然没电了，这意味着他失去了指导，必须独自面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。2人来到了一家猛男内裤店，但他们并没有见到光头。向店长询问后得知，光头已经辞职搬走了。旗帜听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感到庆幸再也不用见到光头了，但这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再假装是情侣了。然而让旗帜没想到的是，山口仍然挽着他的胳膊，这让旗帜内心极度兴奋。他刚刚高兴了1秒，光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旗帜被吓得直接跳起尬舞。山口见状立刻离开了那里。旗帜还捡到了光头意外掉落的手机，对此教授也只能感叹，这部手机成了对付光头的关键工具。他们在手机里还发现了另一个女人的信息，他先把照片保存了下来，然后3人匿名的把手机交给了警察。除此之外，教授还建议旗帜去进行一次真正的约会。晚上回家后，电视正在播放一则男人出轨的新闻，妻子大声质问这男人是不是疯了，旗帜只是随便附和了一句。这时妻子望着旗帜的背影，忽然感到似曾相识，这不就是自己白天在餐厅见到的那个男人吗？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。第2天早上，旗帜上班时发现山口不在办公室，一瞬间他突然想起自己即将被调职，他立刻大声说自己不愿意。等到下班时，山口才来到办公室，告诉旗帜是自己有些生病，所以才耽误了时间。旗帜先是关心了一下他，然后向山口道歉，说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刻跳起舞来。山口很随和，他认为旗帜那天跳舞只是为了缓解尴尬。多亏了旗帜，山口最终和光头彻底断了联系。对此旗帜感到有些失落，因为山口和光头结束了关系，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假装的情侣。但他又想起教授之前的话，最终决定尝试让山口成为自己的情妇。旗帜拨通了教授的电话，求教如何邀请山口出来约会。教授建议他写个便条约山口出来，并让他们在图书馆见面，这样一来即使被人看见也不会引起怀疑。那天晚上，山口穿着性感的低胸装来到了书店，见到山口后，旗帜激动地颤抖起来。山口明白旗帜已经有妻子了，但他却觉得这样的约会非常刺激。2人在约会时，旗帜还不忘发信息向黄毛炫耀自己的战绩。吃完饭后，旗帜去了麻将馆，教授打算教旗帜如何邀请女人去宾馆。就在这时，黄毛拿出了一张碟片，声称碟片中的女人是光头的女朋友。几夫直言，这样的女人不是随便谁都能得到的。教授却认为，特殊行业的女人实际上更难得到，即便像他这样的情场老手，也只有9胜6负的战绩。
第二天，齐志在查看女人资料时，山口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齐志吓得坐到了桌子上。尽管如此，还是被山口发现了。齐志赶忙谎称那是电脑病毒，但山口的脸上满是失望。他问齐志晚上是否有空，他有事情想和他谈。同时，黄毛在碟片与齐志山口的合照中，发现山口就是那位整容后的女演员。此时，齐志和山口已经来到了宾馆。山口进屋就开始脱衣服，并坦白自己曾拍过小电影。除此之外，山口小时候对自己的容貌感到非常自卑，他因为不自信，经常怀疑光头是否两面三刀，因此两人曾经吵过架。最终，山口向光头提出分手。分手后，山口不想再那样卑微的生活，他决定通过整容改变自己。为了攒钱做整容，山口进入了风尘行业。当他终于开始新生活时，却被光头发现了，所以山口让齐志假装是他的男友，试图隐瞒这一切。为了彻底实施这个计划，山口竟然主动脱下了衣服，让齐志和自己发生关系。面对这种诱惑，任何男人都难以抗拒。齐志虽然想要找个情妇，但当他真的要和女人上床时，仍然无法逾越道德的界限。因为他看到了光头的手机，所以他认为光头是真心喜欢山口的。虽然他想让山口成为自己的情妇，但经过刚刚的事情后，他不再有那种想法了。齐志的话让山口感到前所未有的安慰，他最终还是穿回了衣服。临走前，他还给了齐志一个深情的吻。齐志回到了家里，他的妻子也发现了他最近的不寻常。面对妻子的质疑，齐志没有像以前那样软弱，而是坚决地告诉他什么都没做。到了第二天，齐志收到了山口的来信。经过昨晚的谈话，他决定和光头真正的谈一次，并打算暂时回老家，去见一见久未见面的父母。在信封的结尾处，山口和齐志写下了一段表白的话。齐志也对山口产生了爱意，这违反了教授的规矩。齐志的话被教授识破，他认为齐志只是害怕和特殊行业的人发生关系。经过教授的思想洗礼，齐志重新站回了战线。几夫见证了齐志这几天的变化，向教授请教如何找个小三。教授的第一步是让他和齐志一样，先去寻找目标。几夫自信地回答，他已经找到了目标人选，而且是2个。这让齐志和黄毛都非常惊讶。几夫带他们来到了商场，看中了一个名叫川上美惠的前台客服。教授见状问几夫，他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？几夫回忆起2周前的聚会，他采用教授的方法，开始询问美惠的家乡在哪里。话题一开，两人的对话便源源不断，甚至在分别时，美惠还主动要了几夫的联系方式。几夫脸上立刻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几天的相处之后，几夫觉得是时候邀请美惠出去约会了。几夫的另一个目标是夜总会的一名陪酒女郎小香。3人在旁边默默观察，教授还趁机调戏了一个女孩。这时几夫过来向教授征求建议，教授却表示需要重新考虑策略，让他们明天8点在常去的地方集合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齐志和黄毛已经到了麻将馆。教授趁几夫未到之际告诉他们，商场前台是出轨界最难应对的对手，简单来说就是高手云集的地方。这种情况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商场女性较多，这使得男性更受欢迎，竞争也变得更激烈。另一个原因是男性被女性环绕的环境，使得他们的暧昧技巧不断提升。如此一来，那些常在女性中的男人自然懂得女生的基本兴趣。几夫在商场里寻找女孩，就像小学生误入恋爱高手的领域。教授嘱咐他们不要告诉几夫，只需在心里默默支持他。他们刚刚答应，继夫便到了。齐志和黄毛立刻被吓得站了起来。教授让几夫分别测试2个目标，看哪个更有可能成功。晚上几夫穿着西装来到商场，教授让他故意将领带带歪，看女人会有什么反应。如果女方主动整理领带，那他就是理想的小三人选。结果正如所料，几夫刚要离开，美惠就主动帮他整理了领带。这一行为，两人建立关系的可能性高达27%。见到这种情况，几夫同时向2位情人发送了约会邀请。在餐厅里，小香和几夫正在用餐，教授和另外2人在一旁默默的观察。但是小香在吃饭时，不断用她的身体挑逗几夫。哪个男人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呢？几夫很快就有了生理反应，急忙找了个借口上厕所去发泄。他一离开，小香就脱下了外套，性感的身材一览无遗。几夫回来的时候，甚至故意把领带带歪。看到这一幕，小香亲身过来帮他整理好衣物。这样暧昧的场景让他们之间的关系
增加了1%号的可能性。结账离开时，小香还悄悄告诉几夫，下次会陪他到第2天早上。回到麻将馆，教授告诉他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更不能大意。几夫于是把自己还约了美惠的事告诉大家。第2天上午，他们在咖啡馆见面。教授很快在美惠的穿着上发现了线索，让几夫询问对方是否开车来的。谁知这么一问，两人的话题立刻变得络绎不绝。但当美惠提出私人问题时，教授让几夫去了一趟厕所。在这段时间，美惠迅速拿出口红补妆，她显然非常在乎这段关系，并打算把几夫当作男友。但几夫并未告诉他自己已婚的事实，于是教授直言不讳地告诉他，这种做法非常敷衍，并要求几夫马上告诉美惠真相。但几夫不仅没有采纳建议，还彻底关了手机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几夫回到座位，只简单和美惠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咖啡馆。而美惠显然已经深陷这段感情中，但她不知道几夫只是随便玩玩。回到麻将馆，他们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，气氛渐渐变得尴尬。最终黄毛打破了沉默，问几夫为什么关机。黄毛说完，旗帜紧接着附和，说他们在咖啡馆聊得很热络，只是因为美惠想要评估几夫。几夫一听就不高兴了，认为他们是因为嫉妒他，找到情妇才这么说。这话一说出来，3个好朋友吵了起来，幸好教授及时制止了他们，这才让场面平静下来。此外，教授还告诉几夫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。到了晚上，教授约了几人到餐馆，并告诉他们，制作情人需要事先调查，这样才能百战百胜。正当3人感到困惑的时候，教授带来了自己的情人，让他教他们如何做好事先调查。说完就离开了餐厅。几夫首先提问，询问女人是否会察觉男人有生理反应。对这个问题，女人当然回答是肯定的。说着，他还展示了自己的大腿，并根据男人脊背的弯曲程度，把这种情况称为人类的退化。接着，旗帜也提了一个问题，关于如何处理几夫的2个暧昧对象。对此，女人建议从日常回信息的细节上判断对方是否可行。如果发出的消息立刻变成已读，那么那位女人很有可能对你有意思。黄毛还没来得及提问，女人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先行离开了。按照女人的建议，几夫给2个对象都发了消息，只有小香马上变成了已读状态。几夫随后找到了教授，把自己约小香出来的事告诉了他。这时教授教给他们最后一课，关于如何邀请女人去宾馆的方法。几夫和小香喝完酒后，2人沿着马路走，随着步伐慢下来，气氛也变得更温暖。这时几夫想起了教授的方法，用手指指向旁边的建筑。这种方法比直接说出来要含蓄，比含糊其辞要清晰，只需一个动作，女人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小香就是这样的女人，她立刻明白了，几夫是在邀请她去宾馆开房。她害羞地挽住了他的胳膊。2人来到了宾馆，小香一到那里就开始脱衣服，比几夫想象的更主动。看着女人丰满的身材，几夫激动得难以自持，他迫不及待地把她按到床上，像欣赏珍品一样欣赏小香的每个部位。但当他看到她身上的纹身时，吓得立刻提不起劲来。当知道小香也有男朋友，只是想找个玩伴时，他彻底丧失了兴趣。小香见状就直接趴下了，但不管怎样，几夫就是无法继续。小香失望地说她很小，然后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。回到麻将馆，几夫一脸萎靡地躺在那里。教授也告诉他们，有纹身的女人最难搞定，也是最富有表现欲的。就连教授自己也是7胜8败的战绩。但几夫并没有因此灰心，虽然和小香的约会失败了，还有另一个女人在等他。看到这种情况，黄毛把商场撩妹的经验告诉了他。几夫一听这个，立刻气得要命。可是下一秒，他收到了美惠发来的信息。几夫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，但教授告诉他，这样做最后可能只会是悲剧。几夫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美惠，所以在午休时，他约了美惠出来，制定了一个完美的约会计划。几夫带美惠去了他调查了3天的餐馆，结果发现今天餐馆休息。他万万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，几夫立刻气得不行。但美惠并不失望，他还说只要能和几夫一起去哪里都行。他们就去了另一家餐厅，因为没有人帮忙，几夫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这时他想起了教授教给旗帜的招数，就问美惠喜欢吃什么。当美惠说她喜欢吃番茄的时候，几夫却傻乎乎地说他喜欢吃咖喱。瞬间场面变得尴尬。吃完饭后，他们在路上走着，美惠看样子要离开了，几夫急忙想办法留住她，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停下来，站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前，等美惠看过来，他的脸上露出难以言表的表情。因为几夫站在一家内衣店前，这让美惠感到非常反感。美惠马上快步离开了橱窗，几夫彻底慌了。为了挽回美惠，他随便指了一个方向，坦白地邀请美惠一起去。美惠不敢相信地看过去，前面根本没有什么。他怀疑几夫是否有问题，于是找了个理由快速离开。几夫那副失落的样子，让他的2个好友看了都觉得难受。他们便请求教授再帮一次几夫，连店里的老板都看不过去了，主动送了一杯免费咖啡来帮几夫说话。在他们的哀求下，齐志给几夫打了一个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几夫在公司门外等着美惠下班。当手机响了的时候，美惠正好从门口走出来，于是他把手机塞进口袋，开始缠着美惠不放。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这一说却让对方更加厌烦了。美惠留下一句气话就离开了。这时齐志恰好发来了一条短信，几夫没有办法，只好按照短信的指示戴上了耳机。在通话中，教授发现了美惠的一个重大秘密，这大大降低了他们成为情侣的可能性。原来教授通过美惠结账时使用的信用卡和他约会的时间，推测他可能是为了接某人。这时美惠也告诉了几夫这个秘密，他这么做全是为了自己的儿子。此话一出，让几夫当场愣住了好几秒。美惠还告诉他最好别和他有任何牵连。之后继夫去找教授，向他倾诉了刚才的经历。教授却告诉几夫，单亲妈妈不是不能成为情人，而是几夫缺乏足够的决心，缺少接受对方身份的决心。在教授的启发下，几夫很快恢复了信心，把美惠当做了自己的目标。但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一点，对于情人，爱情并不是必须的。为了得到美惠的一个明确答复，让2人的关系更加公平，几夫还是把自己已婚的事告诉了他，并向他道了歉。听到这个，美惠也问几夫，他已经有妻子了，为什么还要和他约会？几夫不再隐瞒，直接坦白了与情人的关系。每当他看到美惠笑的时候，几夫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她。这份喜欢成为了几夫仅存的道德底线。为了尊重自己的妻子，为了美惠不受伤害，他决定不再隐藏这件事。而美惠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几夫结婚了，是几夫给了她初恋的感觉，但一旦说出口，这份感情就无法继续。为了保持这份初恋的感觉，她请求几夫帮她介绍男友。经过深思熟虑，回到麻将馆后，几夫决定退出婚外情的行列。教授却表示，只要他们3人愿意继续作为试验品，就一定能找到真爱。几夫最终改变了想法，准备全力以赴。第2天，黄毛在工作时遇到了一个叫棉冠的可爱女孩，他向她询问一张碟片的位置。这个女孩无论从外表还是性格都非常符合黄毛的喜好，她的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。这一幕被老板娘看到了，难免被痛骂一顿。这时女孩的男友突然出现，打断了黄毛的幻想。回到麻将馆，黄毛一边喝可乐一边抱怨自己的郁闷。他请教授帮忙，想让那女孩成为他的情妇，即便她有男朋友。教授直言不讳地说，直接让那家伙滚蛋就行。第2天，教授带着黄毛搜集女孩的信息，2人趁无人之际来到女孩所在的录音室，寻找她的日常信息。他们刚到那里，身后就出现了许多同学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教授解开了自己的衣领，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名字，声称自己是20年前毕业的老学生。几个同学听了非常兴奋，还以为他是那个传说中的神秘乐队成员，于是大家的话题就此不断。黄毛想起了教授曾经说过的名言，人类天生就爱说话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女生把吉他递给了教授，想请他弹奏一段。黄毛看到后脸色大变，心里想，教授不会演太过了吧？事实却正好相反，教授很镇定地接过吉他，开始有模有样的弹奏。除了吉他，教授在钢琴和萨克斯方面也有些造诣，有必要时可以装一下，这样就能迷倒现场的女生们，然后用累了为借口婉拒，既保持了形象，也给女生留下了好印象，真是情场高手。这次行动虽未成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至少他们知道了女孩的名字，了解到她和男友交往3个月，她想成为一个艺人，但这3个月正是他们热恋的阶段，所以他们不可能轻易分手。对此，教授淡然表示，他会得到这个女孩，让她和男友分手。第2天，教授改变了以往的正装形象，换成了一身浅色休闲装，他想要融入演艺圈，这样操作起来更顺手。就在这时，目标女孩出现在10点钟方向，教授准备大显身手，他开口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然后约女孩去了餐厅，并给了她一张制作人的名片。女孩很快产生了怀疑，觉得教授可能是借机接近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突然一个视频电话响了，来电者是一个当红艺人。棉冠立刻改变了态度，开始和艺人打招呼。这一切都在教授的计划之内。他让旗帜扮成路人，在棉冠经过时假装晕倒。教授借此机会和女孩搭讪。那位打电话的当红艺人其实是教授特制的动画，还让几夫负责后期配音。教授的目标是让这对情侣彻底分手，并且永不复合。分手的方式它分为3种：回忆导致的分手、吵架导致的分手、创伤导致的分手。伤害越往后越大。教授选择了第3种方式，和棉冠一起策划，在途中叫来男友。只要做到这一点，分手的概率几乎是100%。对于这番话，黄毛直接跑了出去。显然他一时半会接受不了教授睡了自己的情妇。但事情的真相更复杂。旗帜向教授透露，黄毛有恐女症。这个问题从高2时期开始。当时黄毛有个可爱的女友，但篮球部的帅哥看上了他。他们在天台亲热的时候被黄毛撞见，黄毛被吓得双腿交叉。女友发现后还否认黄毛是她的男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甚至在黄毛面前继续亲热，这对黄毛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创伤，最终导致他患上了恐女症。除了手机上的女人，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提不起兴趣。现在终于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，黄毛当然不想看到她受到伤害。他打电话给棉冠，假装自己是电视台的人。正当他要说出真相时，教授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他把手机拿了过来。这时教授告诉他，自己言出必行，不论是谁，只要阻碍了自己的计划，就必须除掉。黄毛请求2个好友帮忙阻止教授，不要让教授和棉冠发生关系。但在他们还未开口前，教授已向他们发送了消息，并把黄毛排除在外。第二天上午，他们伪装打扮去了一个拍摄现场。教授为了让棉冠相信自己是经纪人，趁机潜入了拍摄现场。当他们走过去后，棉冠也恰好到达，两人马上打了招呼。教授还把旗帜和几夫介绍出来，称呼2人为编剧和导演。说完这些，教授又走向人群，开始和拍摄团队交流。正当旗帜和几夫担心事情即将被揭穿时，现场的人却非常尊敬教授。棉冠对教授充满期待，甚至在吃饭时，连店里的厨师都略知教授的名声。一顿饭后，大家互相更熟悉了。教授借机对旗帜说，希望棉冠出演下一部电影。棉冠听后变得很不自信，他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。教授立刻鼓励他，最终彻底欺骗了他。女孩离开后，旗帜询问了其中的原因。原来那些拍摄人员全是网络圈子里的朋友，连饭店的厨师也是。这时教授还声称，他将在明天和棉冠发生关系，并且利用这次分手给女孩造成深刻的心理伤害。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黄毛。黄毛急忙给棉冠打电话，想把真相告诉他，但电话那边却是教授的声音。黄毛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巨变，身体也开始颤抖。但几夫却说，尽管如此，他们已经确定了2人在一起，现在只需要确定教授的具体位置。黄毛一听这话，立刻站了起来。他知道那些涉及婚外情的手机都连接着卫星定位，手机上的位置信息正向他们这边移动。不到1分钟，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门口，但迎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男人。男人声称自己是快递员，随后递给他们一个包裹，包裹里正好是教授的手机。等那男人离开后，黄毛突然哭了起来。这时旗帜忍不住了，他给昨天的厨师打了电话。经过一番奇怪的对话后，最终拿到了棉冠的地址。3人在街上疯狂奔跑，但他们还是不如教授跑得快。当黄毛终于敲响那扇门，棉冠全身湿透地走了出来。在旗帜和另一人的坚持下，黄毛鼓起勇气向女孩表白。结果女孩如预料中道歉，黄毛也只好说了声对不起，然后转身离开了那里。3人回到麻将馆时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奇怪的男人。男人揭开伪装后，他们才发现原来是教授伪装的。这一切都是教授的计划，他是为了帮黄毛克服对女性的恐惧，让他体会爱人被夺走的危机，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。黄毛明白了教授的用心良苦，立刻感激地跪了下来。教授的经纪人身份也是他安排棉冠参与的一场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教授外出寻找情人，而他们3人闲坐在麻将桌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名叫夏美的性感女性出现了，他们邀请她一起来打麻将。几个屌丝看到女人走过来，马上开始殷勤招待。
而这位女士也常听他们谈论出轨的话题。她递给他们一张烹饪课程的广告，说许多女性为了偶遇才参加的。黄毛和几夫很想去看看，但旗帜建议等教授回来再决定。黄毛却觉得总依赖教授有点丢人，所以第二天上午，他们去了烹饪教室，各种各样的女孩在那里聚集，简直是男人的天堂。店主户川看到他们走来，就把女孩们介绍给他们，但是在他们背后，老板脸色稍微一变，似乎有别的打算。三个猥琐男发挥了他们的所有技巧，但始终没能引起女孩们的注意。这时突然有3个女孩向他们敬酒，这场景让3个屌丝完全迷糊了，不知道哪个是真正喜欢的小三。于是他们决定每人搞定一位，场面随之达到高潮。旗帜甚至在女士面前调制了一杯鸡尾酒，表现得非常专业，这让老板非常惊讶。他原本以为能打击他们的士气，没想到反而被他们反制。旗帜一回到家，他的妻子就要出门，旗帜甚至没想就猜测他的妻子一定是出轨了，于是他请2个死党帮忙策划。但在教授未回来前，他们也束手无策。黄毛对旗帜说，既然妻子可能出轨，他也不用担心什么，堂堂正正的出轨也无妨。这番话让旗帜觉得似乎有点道理。他们的对话被隔壁的夏美听到了，他随后把这事告诉了老板户川。接下来的几天，3人经常去烹饪教室里搭讪女孩，而原本旗帜看中的女孩却被几夫抢走了。旗帜气得直瞪眼。这时老板把一个女孩叫到旗帜身边，几句话就帮旗帜约好了女孩。旗帜对老板的手段赞不绝口，觉得老板简直就是另一个教授。当他询问老板为什么会帮助自己时，户川就把自己的理论告诉了他，这和教授的理论完全相反，认为情人是需要被爱的。晚上，旗帜带着女孩来到了户川指定的约会地点，这里到处都是亲吻的情侣。在这种氛围影响下，女孩主动吻了他。看到这情形，旗帜先是对着手哈气，检查自己有没有口臭，确定没有后，就紧张地吻了上去。吻后，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2个好友。几夫气得不行，明明是自己先看中的，怎么让旗帜先行一步？3人争吵起来。这时教授突然到麻将馆，看到这一幕，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。旗帜又问了教授一个问题，找小三的时候，爱情有必要吗？教授坚持自己的看法，爱情是不必要的。但旗帜却说，因为另一个人，也因为这份爱，他今天成功约会了。听到这番话，教授心里想，自己遇到了对手。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，他对旗帜说了一句啰嗦。旗帜穿上衣服离开了那里，并且决定以后不再听从教授的教导。旗帜离开后，黄毛把这几天的事告诉了教授。教授只听了个概要，就立刻认出了对方是谁。原来户川是个毒蜂料理师，他的手法非常卑鄙，先用甜言蜜语引诱目标，然后在他们体内注入毒药，让目标彻底崩溃。教授的一个朋友就是被户川用这个方法害死的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旗帜的妻子。旗帜在上班时收到了阿川的短信，他们聊起了昨晚的约会。阿川还向旗帜表达了爱意，这让旗帜完全陷进去了。即使几夫发了消息，他也不回复。几夫和黄毛只好打电话找旗帜，却意外在路边看到旗帜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，那个男人就是户川。而在街对面，旗帜也在走这边来。看到这一幕，2人赶紧告诉旗帜，并把户川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。但旗帜根本不信，直到黄毛说出他的妻子正和户川在一起，旗帜的脸色才严肃了起来。但他还是怀疑，不相信这一切，并冲回了家。家里的妻子正开心地打电话，看到旗帜回来，他的脸色立刻变了。旗帜问他在和谁通电话，妻子犹豫了一下说，正在和他妈妈聊天。意识到事情败露，他找借口说要去洗澡避开话题，还把手机带进了浴室。妻子的这些举动让旗帜更加怀疑，趁妻子洗澡时，他偷看门缝，想知道他是不是在洗掉别的男人的气味。黄毛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教授。教授听后声称，旗帜掉进了户川设下的圈套。他真正的计划是派一个女人去缠绵旗帜，这样他就可以接近旗帜的妻子。烹饪课上的所有女性全是户川的情人。这消息一出，黄毛和几夫立刻从座位上跳起来。原来这段时间他们相处的女人都是户川故意安排的，但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连老练的教授也不知道。为了调查户川的真实情况，教授召来了一个叫森尾的助手。与此同时，旗帜在上班时接到了阿川的电话，阿川邀请他一起吃午餐。
齐志听后心里有些动摇，但突然想起妻子的出轨，便带着复仇的心态，决定和阿川一起吃饭。森伟已经到了教授那里，两人简短叙旧后，就把注意力转向户川。教授打算让森伟直接进攻敌人的大本营，自己则在暗处提供支持，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此外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让己夫和黄毛继续参加烹饪课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己夫把森伟介绍给大家认识。户川看到这个陌生人，心里难免有些疑虑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教授早已在黄毛的车上安装了摄像头，用来观察敌人的动向。接着，森伟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向女孩们展示了自己的情场技巧，很快就吸引了一个川子衣的女孩。户川看不下去了，心想没有人比我更会泡妹子，于是直接走到森伟面前，两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料理对决。户川很快就吸引了女孩们的注意，看着刚抓到手的女孩被抢走，森伟便将目标锁定在一名正在吃面的女孩身上，当场对她说了几句甜言蜜语，成功俘获了女孩的心。这时，一个穿红衣的女孩也来到了这里，森伟立刻夸奖她，说了几句好听的话。很快，这个女孩也落入了他的圈套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的女孩都被他的甜言蜜语吸引，一个接一个的围到了森伟的面前，这让户川气得直接离开了室内。他拨打了夏美的电话，愤怒地说那个家伙是教授派来捣乱的。之后，森伟回到了麻将馆，向教授汇报完情况后就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齐志喝醉了酒，被阿川带到了宾馆。在床上看到女人后，他显得有些慌张，也不清楚自己和阿川做了什么。在另一家宾馆里，夏美已经把教授的情人的资料全部交给了户川。就在这时，黄毛和己夫赶到了教授的密室，发现这里已经被彻底破坏，显然遭到了打劫。两人非常震惊。这时户川打来电话，告诉教授他已经拿到了所有的情人资料，思考如果把这些资料给他的妻子和情人看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教授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户川就嚣张地挂断了电话。在另一边，齐志收到了阿川的来信，信里说他在齐志家里寄了一个礼物。齐志急忙拿过来文件，一看里面全是他昨晚的亲密照片。他立刻谎称那是公司的重要文件，这样就瞒过了妻子。妻子离开后，齐志在文件中发现了一封信，信里警告说如果齐志不听话，就会把这封信寄给他的妻子或公司。看完信后，齐志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死党，向他们打听教授的地址。教授早已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黄毛也把阿川的情人身份告诉了齐志。更加悲催的是，齐志听后还在自欺欺人，他不愿意相信阿川会欺骗他，于是跪在地上无助的哭泣。就在这时，教授拿来了一盘海胆寿司放在他面前，让齐志尝尝真正的海胆味道。没想到齐志吃后哭得更厉害，不断感叹美食的美味，气氛变得更加感人。这时，饭店的服务员突然过来，向他们索要餐费。齐志把文件递给教授，请求教授帮他出主意。教授看了照片后立刻看出端倪，断定齐志和阿川并没有发生关系。床边的枕套和纸巾是关键证据，至于妻子和户川是否有染，需要齐志亲自去确认。回到家后，齐志把自己去烹饪课的事告诉了妻子，还给他看了自己和户川的合照。按照教授的建议，如果妻子看照片后反应异常，就说明他们确实有问题。但妻子看后表示，那天晚上只是被户川搭讪，什么都没发生。听后齐志终于放心了，妻子也告诉了齐志他最近的秘密，原来他并没有出轨，只是偷偷去美容院保养。齐志听后哭笑不得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缓和。正当此时，户川突然打电话给齐志，打断了他们的欢乐时光。户川询问教授的地址，齐志回答说他不会再按户川的指示行事，让户川转告教授明天晚上8点到第3仓库，否则就会公开所有的情人资料。第二天晚上，4人来到了仓库，在这里，户川对教授大声喊叫，他把自己母亲变成情人的事告诉了教授。教授问户川究竟想做什么。见到这一幕，户川的野心最终暴露了，他要求教授给他的妻子打电话，如果教授不照做，户川就会把这一切告诉教授的情人。教授的情人不止13个，而是有999个。在教授还未开口之前，户川已经拨打了电话。就在这时，黄毛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但户川没有停止拨打电话，他继续给其他女人打电话。紧接着己夫的电话也响了，教授告诉户川，他手中的数据其实都是假的。户川最初的计划，教授早就知道了。话刚说完，
夏美从暗处走了出来，教授早就知道夏美的真实身份，几句话就把她拉到了自己这边。户川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输给了教授，彻底败给了教授，但他还不甘心，他还想在情人界称霸。教授听后，只是淡淡的拿出手机，他正接听的是户川的正式妻子。见状，户川急忙接过手机，不断向妻子道歉，这一切都是夏美暗中调查的结果。教授于是解释了，为什么出轨不能带有爱情的真正原因，因为有爱就会有恨，感情会引发嫉妒，所以如果出轨，就必须放弃爱情。出轨会破坏双方的家庭，没有这种觉悟，就不应该去寻找其他情人。正当教授准备离开时，齐志告诉教授，他并未放弃爱情，为了不让出轨对象遭遇不幸，这是对情人最深切的爱。剧情最后，3个屌丝放弃了出轨，户川变成了一个好丈夫，教授则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。